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北京沙尘暴与中国碳排放目标啊，第二个是潘石屹儿子被网上追逃。我们先说后面这个，因为后面这个比较短，那个沙尘暴跟碳排放会比较长，我怕时间来不及啊。先说这个潘石屹儿子这个新闻，2月中啊，那么中国央视报道，有5名解放军在这个去年的中印边界的冲突中伤亡，那么然后就有网友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么其中最有名的是蜡笔小球啊，蜡笔小球就被刑事拘留啊，然后网上然后去央视认罪。然后后面就4天之内有7名网民因为在涉嫌说他们贬损解放军啊，那么被公安局拘留。另外还有一个老家在这个重庆的叫王靖宇，他人在海外，然后就被重庆警方网上追击啊。那么现在轮到谁呢？轮到潘石屹啊，潘石屹的儿子叫潘瑞。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啊。那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3月15号微博通报说，近期新闻媒体报道捍卫国土戍边官员的英雄事迹后，有群众向警方举报，一新浪微博用户曾于2020年6月23号在他人微博评论区发表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论，造成恶劣影响。经警方调查核实，该用户潘某男30于2020年2月2日离京出境后一直在境外，目前海淀公安分局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展开追逃。在此警方敦促尽快回国接受调查处理。对于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警方将依法坚决予以打击啊，这是原文。那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辽宁共青团微博官方微博对这个追逃的男子就说疑似潘石屹之子潘瑞，然后截图显示这就是潘瑞的这个显示的名字就是潘瑞啊。然后他在潘瑞截图的看出来是这样，潘瑞就说有证据吗？有人问他有证据吗？听谁说的？有证据吗？我跟你说印度死了1万人了。然后潘毅就说回复说至少有1个营被印度活埋，像没有机会天葬，大概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一句话，至少1个营被印度活埋，像没机会天葬。然后这个另外一个雕盘侠是谁？司马南啊，司马南就在这个微博上说，潘石屹的儿子潘瑞造谣诋毁戍边战士，却安然无恙。然后很多人说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那这个叫司马南呢，就火上浇油来做这件事情。这背后有没有背景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一点，大背景就是已经抓了5、6个人了为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要网上追逃，现在是网上追逃这个潘瑞那么潘石屹大家都很有名，是个大 V， 也是个开发商。他太太叫张欣，他们的公司叫 SOHO 中国。那么他们曾经在富豪榜上排前100名吧。那么这些年，潘石屹跟这个谁，跟这个叫我这嘴边上任志强关系很好
那么他跟任志强关系非常密切啊，不算关系很好，是非常密切。那么任志强被抓，然后被判刑，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么潘石屹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但这些年其实潘石屹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原来是做开发不做了啊，改收租啊，改做写字楼收租啊，然后这2年开始陆陆续续的打包卖掉他在国内的资产。他也在淡出中国的这个市场。那么今天碰的这个事情，肯定背后有一些东西吧，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么我们简单就先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潘石屹毕竟是一个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大 V 我们讲讲北京沙尘暴和中国的碳排放目标北京遭遇10年来罕见的强沙尘暴这个人大政协3月11号结束闭幕，然后沙尘暴15号就来了，这个接得很完美北京和北方多个城市3月15号遭遇近年来少见的这个强沙尘暴天气，天空一片昏黄那么现在北京沙尘暴的这个照片和视频现在微博在各个地方都刷屏那么城区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少于1000米很多在沙尘暴激烈的时候只有200-300米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北京环境监测的数据显示，北京6区北京城6区这个9点钟实况叫 PM10 的浓度城6区是8108，西北6877，东北3461，东南5953，西南7530都是重度污染那么截止上午9点半，北京首都机场那么计划是1141架，取消了247架，取消率21%。大兴计划起降846架，取消了181架，取消率21.39%。中国气象局说这是近10年来中国遭遇的强度最高的一次沙尘暴沙尘暴的范围也是近10年最广，目前已经达到强沙尘暴的级别那么预计当天新疆、内蒙、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当然北京12个省市出现了明显的沙尘天气，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北京当地的市民说就是基本上都黄掉了地上是黄色，到9点半沙尘暴最厉害。那么上午9点开车已经看不见了，10米以外看不清楚那么辣眼睛几十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碰见过2次沙尘暴。沙尘暴什么概念？你就看到外面大家就说不用旅行，就感觉像在火星上一样，非常对人影响非常的大，你感觉好像末日来临一样，非常可怕。我在宁夏碰到过1次沙尘暴，在北京碰到过2次沙尘暴沙尘暴而且伴随着那种狂风非常可怕那么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监测中心卫星影像和地面监测信息说它用卫星监测说，本次沙尘天气主要起源于蒙古，目前沙尘还在继续向东南移动，陆续影响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等地。那么3月15号，蒙古国家紧急情况总局发布消息说，从13号晚上到15号上午，那么蒙古收到了9个省548名牧民在沙尘暴中失踪的报告，其中467人已经找到，那么有1名5岁的孩子不幸死亡，现在目前还在寻找81名失踪的牧民。
内蒙啊，就是刚才讲的是蒙古，内蒙气象局3月15号发布信息啊，说阿拉善盟巴彦卓尔盟乌海市、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出现了强沙尘暴，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盟出现了沙尘暴，其他地区出现了扬尘、浮尘天气啊。那么内蒙气象台他们说啊，本次沙尘暴是内蒙古近10年来最强的一次啊。那么这次沙尘暴在内蒙造成了6人死亡，80人失踪啊。包头市紧急通知全市学校全部停课幼儿园、中小学全部停课然后就这个看情况复课啊。内蒙古气象台说这次冷空气特别强，沙尘暴是从蒙古国的南部形成这个强沙尘暴，然后在冷空气的驱动下，沙尘从蒙古国沿西北向东南向侵入内蒙那么引起内蒙大部分地区的沙尘暴天气但是内蒙也有沙尘暴天气的气候的条件，有3个条件。第一个，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内蒙中西部地区降水很少那么土壤干燥，表面的这个冻结，因为冬天它冻结程度低，容易起沙这第一个。第二个，近期这个气温回温的特别快那么造成这个土壤疏松那么出现大风也会容易起沙。那么另外一个地面的升温使得高层冷空气入侵时不容易形成稳定的这个层结，易于形成这个沙尘上扬，导致这个沙尘天气那么另外，前期明显升温和冷空气爆发2种叠加，使得冷风强度和地面的这个风速更强，所以导致这个沙尘暴。那么这次沙尘暴向东南方向移动，同时也通过对流层、中高层向远距离输送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沙尘暴现象发生在蒙古外蒙，但是内蒙的自然条件也加剧了这个沙尘暴的强度。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件事情的过程内蒙的自然环境也加大了这个沙尘暴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沙尘暴成为这个网络上的话题那么在微博上这个北京沙尘这个排行获得了2.4亿次的这个点击量那么也有人把这个之前的新闻找出来，说这个甘肃阳关地区这个10年来砍树就剃光头的方式砍树，只剩下了5000亩以前我印象中山北防护林建了很多年，建了几十年的山北防护林，如果这么砍的话，那可能影响就很大但是这个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但是砍树总归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来骂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那么国家气象台中国气象台说北京这一轮的沙尘暴的确强度很大，那么跟这个北方地区升温比较快，降水比较少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呢，这种极端的天气呢，碰到一起很罕见，不大容易成为常态，就是很多网民担心这会变成一个常态那么目前这次沙尘暴过去之后中国气象局说这次沙尘暴过去之后，3月19号到20号左右，北方还会有一次冷空气，那么强度比上次明显的减弱，那么范围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他没说会不会形成沙尘暴，但是他说集中在西北地区那么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今天在显著的位置对冲一条沙尘暴席卷波斯湾地区，天空变成橙红色，能见度仅几米这是一个对冲包括沙特、卡塔尔
在内的几个波斯湾国家都受到影响啊。好，问题来了，这次沙尘暴是不是空气污染造成的？答案不是啊，这是一个气候现象啊。那么只不过呢，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加剧了这个程度啊，但跟中国北方地区的空气污染没有关系啊。只不过最近呢，中国各地都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极端的气候现象啊，所以让大家对这个气候的问题很敏感。2月24号，河南郑州气温骤降，发生了叫雷打雪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大雪、暴雪，同时打雷闪电，这很罕见，非常罕见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北方其实不是北京，是整个北方地区，只不过呢，北京是最突出的地方，也是最受关注的地方，沙尘暴啊。然后南方武汉段，长江武汉段，武汉周边这个长江干涸见底啊，然后这个原本的河床变成了一个大沙漠，沙漠一定是沙漠，因为河床都是沙子啊，变成大沙漠，越野车可以在上面穿行，整个长江的生态环境遭遇灭顶之灾，整个长江断流啊，非常吓人。长江断流什么情况啊？这是非常极端的这个气候环境的现象啊。我们今天就沿着这个极端气候现象，这个现象延伸到什么呢？中国的大气环境啊，大气环境和碳排放政策，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啊。那么2月25号，中国生态环境部这个大气环境司的司长叫刘炳江刘炳江报告这个开记者会，报告这个中国有一个叫蓝天保卫战的这个计划的情况他说经过这几年的治理这个蓝天保卫战的决战部署，各方面已经完成这个治理的任务那么超额完成“13+5”提出的这个总体目标和量化指标，这个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完美收官。2月25号说的，这3月15号就来个沙尘暴这个算不算打脸呢？算打脸。为什么？虽然这不是雾霾，就环境污染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现象就是雾霾沙尘暴不算雾霾，但是它也是环境现象这是个环境现象，也有人的因素那么刘炳江介绍了一些情况我在这不具体的讲，我最重要还是讲一下中国的环保和碳排放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蛮枯燥的话题那么我们就不趁着这个沙尘暴来讲一下，我估计平时不会有机会给我来讲这个话题。那我讲讲这个碳排放碳排放因为这跟2件事有关。第一个跟拜登总统的这个气候变化的政策有关系。气候变化的政策其实落脚点落到哪里？其实气候变化政策的落脚点就是碳排放碳排放才是气候变化的落脚点。那么什么叫碳排放？碳排放其实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温室气体人类活动产生各种各样的气体这种气体大部分的气体会跑到这个大气层的外面，形成一个温室效应，让整个地球的气温上升那么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效应最大，二氧化碳的量也最大。所以我们通常讲，如果你讲环保政策或者是大气环保政策，通常讲的就是碳排放，要减少。现在全球的环保政策都是当然讲的是大气还有其他的污染各种污染也是环保政策，但主要还是针对大气。因为污染呢，排污呢那是基本条件你如果
排污的问题都没解决，那更谈不上大气污染的问题啊。排污，中国现在排污的问题还没解决啊。那么，所以大气的治理对地球的生态环境影响至关重要。那么碳排放全球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今天主要是介绍性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啊。那么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啊，叫 CDIAC 啊，它为联合国编制了一个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排放量的这个表。那么前10名，全球前10名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67%啊。排第一是谁？排第一是中国 30%， 排第二是美国 15%， 全球总量啊。排名第3欧盟，第4是印度 7%， 俄罗斯 5%， 日本 3.5%， 德国 2.2%。 所以如果要讨论大气环保或者是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要找的国家一定是中国，第二个就是美国啊。那么中国跟美国中间有一个区别，什么区别？就是人均量美国非常的大，总量中国的大啊。那么中国就经常讲人均数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碳排放政策，习近平在去年2020年9月宣布啊，他应该是在我印象中应该是在这个 RCEP 加入 RCEP 的这个峰会上宣布的，我不准确了啊。两个，第一个2030年达到峰值，叫达峰啊，碳达峰啊，就是达到峰值啊。那么第二个2060年碳中和，2060年碳中和，碳中和是什么？碳中和就是排出去的量，碳排放量和碳吸收量达到平衡，也就是零排放，就等于我对自然已经没有排放啊，没有排放啊。那碳达峰是什么意思呢？碳达峰就是碳的排放量再也不增加啊，这就是中国的目标。那么习近平后来在连续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连续10几个场合，国际场合、国内场合都讲到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然后两会期间，李克强特别讲，2021年啊，重点要扎实的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工作。那么减排政策将会成为中国未来最核心的环保政策啊，这个对中国的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你可以看到啊，中国这2年这个核电站盖的很多啊，核电政策会成为配套的一个政策啊，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两会之后，各个行业、各个地方政府都围绕着这个工作开始进行相应的部署啊。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碳排放的情况，我们刚才讲了全球的情况，讲中国的情况。目前全球的碳排放总量是多少？就二氧化碳的总量是330亿吨到340亿吨啊，全球总量。那么中国是将近120亿吨啊，占30%啊。那么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期间，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88亿吨增加到了116亿吨啊，增加了31.8%，就是大数32%，就增长速度非常快啊，当然跟这个经济总量是有关系的啊，你经济上来，经济总量在增加，那你不断的在盖工厂，或者工厂不断的扩大产能，你只要机器一开始运行，碳就出现了啊，所以这是碳排放跟什么有关？跟经济活动有关。那么中国每年碳排放的增加的量
比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然不包括中国啊，增加的量加在一起还要多。所以中国未来如果全球的这个环保政策这个推行的话，中国肯定是首当其冲受到压力的啊，那压力就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三点啊，就是说中国每年增加的碳排放量比全球加在一起的要多啊，这是第三。第四，8个行业，发电、钢铁、电解铝、水泥啊，有8个行业占全国的，中国这8个行业占全国碳排放量的70%啊，70%，就所谓的82定律啊，82定律这个7个行业就差不多占到80%了，70%啊。那么如果要控制碳排放，就必须从这8个行业入手啊，就不解决这8个行业的问题，那基本上在控制其他的行业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经常看啊，抓中国的小汽车啊，抓这个抓那个，其实核心的不是他们，其实核心是这8个行业啊，8个行业才是大气污染的主要的凶手啊，就是你没事去抓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不 make sense 啊。预计2030年啊，中国的碳排放就会达到峰值啊，达到峰值就是150亿吨，然后下降，就开始下降啊，预计会下降到60到70亿吨啊，那么就是碳中和啊，碳中和是朝着这个方向走。那么其中电力行业碳排放最大的是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因为烧煤啊，碳排放40亿吨啊，将超过一半。8大行业加在一起啊，那么是80亿吨啊，这是个很大的量啊。好，怎么样碳吸收啊？你碳排放你要达到这个动态平衡，就中和啊，就是我排出去的跟我吸收的一样多，怎么实现碳吸收啊？碳吸收有2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就是用森林，用树木是吸收二氧化碳，那么我就种树，用森林来吸收叫固碳啊，吸收二氧化碳。那么全国森林覆盖率有20%啊，那么一年最大的固碳量差不多是1亿吨啊，1亿吨。那么未来增长有限啊，靠这个不靠谱啊？为什么？因为植树的成本非常的高，特别是中国的北方啊，植树成本你种下去能活多少？活很少，成活量不高啊，然后种的这个成本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叫森林固碳。第二个就是技术啊，技术手段加这个叫用技术手段固定利用啊，那但是这个技术手段成本很高，然后成本高的就是你要把它抓到啊是一回事啊，就是说你排放的空气当中，排放的这种气体当中，你把它抓住啊，这个是可以做到。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成本呢？运输成本啊，运输成你要运输成本要运走啊，你不可能留在当地啊。运输成本还有一个储存成本啊，储存成本很高啊。那么现在主要是封存在地下啊。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现在都在，就是说环保科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啊，这大产业。这是第4个，就是碳吸收的方式。第5个，地方政府的态度啊。地方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地方政府的态度很简单，层层加码啊，层层加码。那比如说现在8大行业，中国把8大行业列入什么呢？列入这个监管的范围，要把它放到哪里去？放到这个碳排放市场里面去。那现在不是啊，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除了这个8大行业以外，还增加其他的行业啊，增加其他行业，增加他们认为对本省有影响的行业，这是一个加码。第2个，国家要求能耗1万吨以上的这个标准煤的企业要纳入这个监管，那各个地方就开始把这个标准收得更紧啊，北京就把1万变成5000啊，
那么各地都把这个标准都从1万往下调啊，往下调。那么时间节点也不同啊，这碳中和其他国家，这个习近平说的时间是这个达峰2030年达峰，2060年碳中和啊。你看地方政府的达峰的时间是上海是2025年啊达峰啊，就是这个全国目标是30年，我就定25年，江苏是26年，山东是28年，广东是28年，就把时间都提前啊，把这个任务往上加。为什么往上加？容易升官啊。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碳排放市场。怎么解决碳排放问题？碳排放虽然是一个环保的问题，但是政府有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什么？行政手段是制定标准啊，要求企业符合这个标准啊，就是排放的标准。但是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目前全世界最有效的，认为这个对碳排放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是建立碳排放的交易市场。那么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碳排放的这个指标进行交易，让这个有减排优势的行业走在前面，然后通过走在前面呢获得利益，然后碳排放减排难度比较高的产业呢就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让整体的碳排放下降啊，这就是建立这个碳排放市场的这个目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是个钢厂，那个政府每年给我1万吨的这个碳排放的指标啊，1万吨的指标，我拿到这1万吨的指标，好，那我就排放。可其实我每年排放15000吨，那怎么办？那5000吨我超过这个怎么办？我必须符合5000吨的标准，那怎么办呢？我就去碳排放市场买5000吨的指标回来，跟政府交差。你看我这15000吨啊，我就达到了这个指标，我排放了15000吨，那么我买了5000吨的指标回来。那谁卖的呢？那你比如说我是另外一家钢铁厂，我本来呢政府给了我1万吨的指标。我就进行改造，我就对我的设备进行改造，改造完了设备以后，我原本是排放1万吨啊，指标是1万吨，我只排放了5000吨，我少了5000吨，哎，我就5000吨的指标，我就5000吨的指标去碳排放市场去卖掉这5000吨指标，卖掉5000吨指标，我用这个5000吨的指标呢来干什么呢？来补贴我这个技术改造的成本，这就是碳排放市场的这个方式啊。所以碳排放市场是让这个把这个碳排放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手段啊。现在国际上全部都是这样，那么中国也在开始这么做啊。那2010年就是要开始建立碳排放市场啊。那么2012年颁布了第一个这个办法办法，然后13年到14年在4个直辖市啊，包括湖北、广东、深圳建立了7个交易所，碳排放的交易所啊。然后就是2016年习近平跟奥巴马啊在杭州召开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峰会，确定在2017年建立全国的碳排放市场。但是2017年碳排放没有建，为什么？因为美国直接就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一退出，2017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么中国就一看，哟，这个好像美国不大干这个事情，所以中国也不干了，所以中国就没有搞。那么所以基本上中国到2017年就整个的碳排放市场这件事情就放下来，然后到了2020年，你一看，哟，这个叫什么？
形势开始变化了。2020年的12月31号，生态环境部公布了什么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然后是今年的2月1号开始实施要进行碳排放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企业是怎么实现它的碳中和呢？企业实现碳中和其实有些行业是没办法做到的你比如说电解铝它大量的电，这个大量的这个碳排放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地方，有些地方是很困难，你比如说像唐山这个地方多少钢铁厂在唐山，所以唐山就是你可以看到重度污染的地区，它就会选择，它没办法，它要选择去买这碳指标。那么要不呢，你就投入进行对你的设备进行改造，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再讲太详细了，包括吨碳价有很多指标叫伍德麦肯兹的报告里面讲的这个碳价格对什么有影响？对大家是不是投入进行改造这个设备有影响。如果碳排放的价格越贵，大家会越倾向于干什么？越倾向于投入去改造它的设备，让它减少排放还有碳排放的计量怎么去认定你原来是排放是多少，现在排放是多少，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计算，好吧？我们今天大体上给大家报告，就是中国的环保政策大概是朝着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的发展有2个后果大家一定要有准备。第一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后果就是有非常多的中小型制造业会面临倒闭的局面。为什么？大家要知道，碳排放市场一上来，这个政策一推动的时候，其实过去3-4年的时间，中国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因为排污的问题倒闭很多的企业倒闭就是排污的问题，排污不过关，什么印染厂、印刷厂，很多这种小厂子都因为这个倒闭，因为它一定会有排污，政府也不资助他，帮他进行技术改造他自己没有这个钱，那最后怎么办？就倒闭。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它一定会为这个碳排放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个环保的成本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一定是非常高昂的成本因为中国的这个大气污染的程度，你知道中国一年增加的碳排放比全世界加在一起的增量还要多，可见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个，潘石屹的儿子潘毅因为涉嫌政府指控他诋毁英烈被网上追逃这件事情还会继续发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沙尘暴我们借着这个沙尘暴来谈谈中国的这个大气污染环保的政策，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样，我们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好，情况。沙尘暴被刷屏以后，很快就有消息放出来说，本次沙尘暴源头在蒙古国南部，竟然还配上蒙古国首都周围平民区烧炭的图片打算以此混淆视听，却丝毫不提近2年为了治理所谓的雾霾，砍伐前几代人接力守护的防护林的事儿舆论引导伎俩可见一斑情况，内蒙巴彦卓尔2019年把城里的树砍了80%以上，重新栽种新树苗，伪造政绩，30多年的树林的树被砍掉，市民很愤怒，但上访无名。
解放是中共维稳支出的重要部分。为什么就是这些贪官其实就是为了贪污为什么？种树，其实中国有很多城市原本就很多树，但是你看中国的城市的树永远长不大，永远长不大的原因是什么？新领导一来，换一批树，原来树就砍掉，那所以长不大。然后领导过几年又换一个领导，再把这个树再砍掉再重新种一批，所以中国的城市里面的树永远长不大就是这样情况，我妹在重庆做环保工程，当地的企业工厂都要求数据可以在手机上随时上调，以应对上面的检查。平时很多工厂的环保设备都是关的，等到检查才开，加上可以随时调整数据，所以这些环保设备没有用。有规矩不怕，怕的是不遵守。观点，我出生在中国的西部，从小就面对戈壁沙漠，飞沙走石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所以看到今天北京的场景一点都不震惊，甚至有点亲切感。终于可以跟党中央同呼吸共命运了。究其根源，还是国家治理沙化的政策和环保措施流于形式主义。政府的官员们要么贪功，要么贪污，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观点加情况：2013年在北京工作，远大空调的人来洽谈，要 LV 店铺给他开店，自豪地说2003年非典后，中国中南坑已经铺设了他们的空气净化系统。我愕然于他们的自大与无知，更愕然于食品教育医疗特供外，空气也可以特供。看过柴静被删除的纪录片，看到各种两会栏、外宾栏，即使探究不到真相，也可以反思到体制的加害和欺骗，国家机器的作恶。这国不是国，只是权贵的奴隶工厂。我知道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就是制造一个小环境对这个小环境进行净化系统，它是能做到的是能做到的。情况，沙尘暴的形成除了天气的原因，主要是地表植被被破坏。因为地表植被不仅仅是它的枝叶护住地面的土层，尤其是植物的根系，形成密集的固土的效果。国内的沙尘主要是森林、草原和湿地的开采转为农田，而农田一年至少有6个月没有任何的保护，地表没有任何的保护，因此风一来，土就被吹起来，到处飘荡。情况，大气中的碳除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直接排放，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湿地。湿地里积累着百万年来积累了以泥炭形式的碳，当我们把湿地的水排干，这些泥炭接触到空气，很快会排放到大气中。中国的湿地近20年60%被排干，可想而知有多少碳排入空气中观点，沙尘暴不是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被破坏环境造成的。以前内蒙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沙漠化严重，非常正确观点，生物固态是个不实际的方式，因为生物只是几十年的小循环，死亡后残体还是会把碳释放出来网友回复，生物死亡不会把碳释放出来，碳固化以后生成其他的化合物，只要不再被合成二氧化碳是不会释放，比如变成石灰岩或者其他的生命材料进入生命的循环中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鲸鱼很大死掉了，它就沉入海底，就被其他的鱼吃掉了这就是它就没有碳排放情况，地球最大的光合作用来源是藻类而非树木。美国公司正在研发一个 AI 藻类养殖器，
机器大约是一个贩卖机大小饮料贩卖机大小，而机器一台可以抵400棵树的碳吸收量。OK， 这个好厉害。观点：联合利华正在研发以藻类为原料的食品。英美许多食品公司因为养殖藻类，会快速在10年内达到碳中和，甚至是负碳排放。OK， 很厉害。请问王老师，古文讲慈不带兵，义不养财，善不为官，情不立事，人不从政，这种说法合理吗？这种说法是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我们叫封建社会吧，中国的这个其实中国其实不是封建社会，是帝制这个环境下的一个，我举个例子，人不从政是什么？人不从政就是如果你是个很仁慈的人，你是个很和善的人，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就不能从政。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者要残暴，要无情，那你怎么去从政呢？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中国延续下来的这种专制体制下的一种行为模式，和这个说法是匹配的，和现在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的环境是什么？你要为大众服务，你就应该去从政。为什么？因为你代表人民的意愿去执行一个政策或者制定一个政策，这是一件善举。但如果你做的是叫什么专制政府的话，那就人不从政是对的人不从政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是个民主政体，人不从政，那谁来从政呢？对吗？所以这个提法呢，有它的环境和条件。那中国呢也是在变化万一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呢，那这句话就不一定是对的了提问：为什么习近平愿意推动减碳政策？降低碳排放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已开发国家根本就没有立场要求其他国家减碳，除非他们愿意付出相对的补偿。但是巴黎协定并没有让中国获得这么大的补偿。为什么要让其他国家补偿？发达国家就要补偿，这什么逻辑？碳排放又不是发达国家跑到你这里来排放，对吗？是你自己排放的呀。你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不理解你的逻辑是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帮助不那么发达国家或者叫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进行碳排放，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但是说发达国家就必然的应该去补偿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不 make sense 这个我不同意。为什么？你自己排放的呀，又不是别人跑到你这排放，是吗？所以这个没有道理至于习近平为什么愿意推动减碳政策，我认为还是会有压力了其实你想一下，全世界排放了100，中国排放了30，那你会不会有压力？你只是第2大经济体，那它会有压力那么与其被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我还不如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去让这些事情变得，因为其实中国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反正有人跟我讲过，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如果中国啥都不干，基本上也差不多达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需要一些专业的意见来描述这个目标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好吗？提问：王先生对中国经济领域详细解析，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CCP 经常按照他们的需求修改数据。请问 CCP 对数据的缩放是毛主义中的人定胜天这一思想在行为上的表现吗？谢谢。那当然不是，人定胜天的目的是表述是人对自然的改造
人定胜天的表述就是人可以改造这个世界，改造这个自然，所以人能够战胜自然，是一个这个概念啊。修改数据只是为了解决它的，我不觉得它完全是颜面。很多人经常讲中国政府为了面子的问题的，不是的，面子就是里子，面子跟里子是有因果关系的。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你说共产党经常讲啊，他的整个的宣传机器说我们做得好，他们做得不好，这是面子吗？这不是面子，这是里子。为什么？我们做得好，所以我们这个政权有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存在有合理性，我可以继续执政，这是里子，这不是面子啊。我们经常用说中共爱面子，不是的，中共根本无所谓面子，中共是目的驱动，他根本对面子无所谓，他是个没有底线的政党，他面子无所谓，一仰脖，中国叫什么？叫一仰脖子就过去了。这打脸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只要我的位置还在，你使劲打得啪啪响没关系，我一仰脖子就过去了。所以不是面子问题，也不是这个为了好看的问题，是为了政权为了政权的合理性这个跟人定胜天也没有关系它是为了什么？为了制造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比如说这个数据，它为什么要篡改数据？篡改数据通常来说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改变这个经济的预期，就叫预期管理。你数据本来是下跌大跌，啪跌这么多，它改一下，它不改成增长，它改成什么呢？它跌没那么多跌没那么多，那大家的预期就是经济形势不差嘛，还挺好的嘛。就是改变大家对未来的预期，这不是面子，这是里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仍然能够维持你的趋势分析，但是它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你对它的预期出现了改变之后，会改变你的行为。你比如说如果你认为经济形势没那么差，还挺好，你会做出投资那你做出投资，他也做出投资，那对这个经济是有帮助的。他改变预期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为了好看，不是的不是为了，他是有理智有目的的我提问，目前引用的环境数据中，中国的相关数据是谁统计和计算？有没有造假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数据是美国能源部提供的观点，早2年关注过潘瑞的微博，潘瑞人还是挺耿直的，没有他老爸这么精明。潘石屹早年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追逃他的儿子是杀鸡儆猴，敲打国内其他的人。应该不是特意针对潘石屹个人，我不大想去做过多的推测，但是有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要跟大家讲，比如说，北京市公安局要网上追逃潘毅那么他会不会找潘石屹？一定会找嘛。或者一定会跟他们打招呼嘛你别忘了他是这么多关系呢那么潘石屹会不会去做工作？肯定要做工作嘛。那为什么还会追讨？那肯定是不给面子了嘛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会让他知道潘毅要被网上追逃，然后潘石屹肯定要去做工作。但是你想一下，任志强都已经被抓了，那潘石屹还有什么做工作的空间呢？肯定他做了工作也做不成，也没做成，然后他儿子就被网上追讨，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背后有没有什么意图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进一步，因为这个新闻刚刚出来，也没有时间去跟进太多。我们看看事情的发展吧，好不好？
观点我听到通缉潘的儿子，第一个想法就是看上他爹的财产，政府没钱准备下手。OK， 他的财产已经转到香港去了啊。他已经是香港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在香港，所以没有用啊，抓不到了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记住，为什么这些企业愿意在海外上市？海外一上市，等于把资产转出去了。提问王先生，情况根据武汉当地的视频，长江水位下降并非主流断流，支流的确水位下降严重，河床暴露。主流没有断流，主流剩下的宽度大概只有10米不到啊。是的啊，你说的没错啊。观点，主流剩下的10米不到啊，没有断流，但是仍然在河床上可以开车，因为长江很宽，在武汉是非常宽的啊，所以你说的这个不正确，我说的是正确的。我说断流，主流断流不对啊，但是只剩下不到10米的宽度啊，这是真相啊。观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想面面俱到，又对抗又竞争又合作，实际操作难度会很高啊，尤其是习近平对现在的总体判断是东升西降，一定不会退让太多。川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最大的贡献是蓬佩奥等4位幕僚的演说，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为与中共的战略对抗。这个定位会因为中共的不退让，甚至更强硬，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拜登政府也会因此面对政治对手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来自政治对手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非常正确，我很同意啊，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明谢 TT 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